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宇宙黑暗中的一抹金光啊，有异形头，但嘴巴里面没有嘴巴哦。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名的《Metal Robot 魂》百事改全武装百事改一鱼两吃套组，登场于 Z 钢弹系列的 NSV， 早期都是仅存在设定的机体啊，但随着钢弹宇宙纪元的补完作品越补越多，先不论是否越补越大洞了，但因为这些衍生作品也让很多只存在设定的机体也有登场的机会啦。写作登场但念作商品化啦。本款挂名 Carcinogen， 也就是由 Kadoki 老师监修的设计啊，所以外盒也就遵循卡版的系列传统，白白的啦。百事改，据说是由原本百事的3号机修改而成。原本百事因为变形机构设计有缺陷，所以就改成不可变的。而百事改则是因为技术力获得解决啦，但也没有想要改成可变机体哦，于是就用新技术修改成百事改啦。整体性能比起原本的百事当然是有显著的提升，另外也能够视作战需求挂载不同的武装。不过因为那个软体部分并没有与时俱进，所以对驾驶来说依然是台非常不友善的机体哦。高度是 MR 魂系列的标准，头顶高不含那根天线，大概只有13公分哦。有合金成分呐，虽然不大只，不会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整体的身形还是做了不小的修整哦。上半身的宽阔感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啦。而且相当意外，卡版的商品的腿竟然没有原设定那么长哦。拿进来看看涂装，百事系列著名的金色涂装，本款采用的金色色调比较暗，不过仔细看，表面采用的漆面是金属色泽哦。另外大概因为预算都在金色上面了，所以那个关节都是塑胶成型色。不过喷嘴部分有上漆哦，内圈还有银色涂装，而且没有溢漆。两边装甲内侧的抑制喷嘴也做了一样的上色。金色的部分有些采用了橘色，不过因为那个金色太抢眼了，橘色的发色就比较不明显啦。另外头部的感应器采用绿色透明零件，对全机体都是金色来说有很好的点缀效果。而说到点缀，因为是挂名卡版啦，所以整台机体各处都有很多标示哦，增添整体的质感。异形脑袋后侧底部有强化了机械的外形哦，有效降低原本真的很像异形头的感觉。也增添了更多的机械感，这点我觉得相当的不错。头颈部是分件，但比起异形头的干涉，两边领口对头部的可动范围影响还比较大。不过整体来说，基本范围都没有问题。身体很短，但是3节式，水平转动没有什么干涉，左右倾倒转动也没有问题。不过因为身体太短了，上半身的前后倾倒范围相当局限哦，基本只有一些向前倾倒的范围。喷射背包蛮大一个的。2根平衡翼可以有范围的上下动，两边左右的主推进器可以转动，甚至可以拆下来，但目前没有什么作用。手臂转动没有问题，根部有向前外拉的设计，肩膀装甲是独立零件，但仅能上下摆动，侧装甲板也能上下摆动，内侧意外还有做造型哦，水平抬举加上根部关节可以超过90度，上臂可以转动，手臂弯举的范围不错，有附属5种的替换手收。裙甲皆可翻开，但是后裙甲是一整片哦。髋关节可以往下延展，可是有一点硬。也因为这样，大腿向前抬举可以超过90度，水平抬举也能超过90度一点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是双关节，可以超过90度。脚掌与小腿的液压感有联动装置，很可口。脚掌也可以些微转动，接地性还可以啦。本款附属了2颗头，主要是眼镜的样式不一样，一个是钢弹的双眼样式，一个是百事的墨镜样式。不过因为百事改的墨镜样式并没有煞气的红眼在里面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双眼样式。光束刀柄平常可以挂载在后裙甲，虽然不会掉，但它很松，取出的时候需要把武器架给拉开。有附属2根黄色的刀刃特效，但是好像有一点短。光束步枪的造型跟百事相同。后面的能源匣可以拆卸，替换侧面的零件就可以挂载在背包的接点上啦。本款可以换装成全武装样式，首先两边肩膀装甲侧板装上额外装甲，手臂装甲卸除，替换成全武装用的装甲。脚掌稍微往下，把附加装甲给装上去，再装上后侧还有内侧的装甲，接着装上膝盖的部分，最后装上外侧的附属装甲。腹部2侧金色的零件先移除，再将身体的装甲装上去，接着装上侧裙甲的装甲，
再套上肩膀的大型装甲。背包两侧的零件拆下来，改装在内侧的接点上，最后把背包附属的大装甲装上去就完成啦。全武装百事改针对百事改做全面的武装强化，除了在攻击层面上的升级，也大幅提升整体的防御面。但是因为加装了非常多的外装甲，相对的那个机动性比起原本的百事改就要下降许多啦。除了靠装甲硬扛之外，胸部装甲两侧也提供了驾驶舱的 ID 舱保护哦。原本是预计在 Z 钢弹故事主线最后要送去给夏亚用的，不过在测试时遭逢袭击，最后机体损坏就没有送过去啦。不然 Z 钢弹的结局说不定就改写啦。对照原设定，跟百事改形态一样，整体的厚重感比起原设定来说降低了不少啊。强化装甲增加的厚度没有原设计来的那么夸张，因此整体视觉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的具有威胁性啦。虽然还是帅啦，但就没有原本那么帅。不过各部装甲膛口状况比较明显，也因为装甲装上去之后重量相对也上升啦，关节不够稳固的问题也就浮现啦。尤其是髋部最为严重，我手上这只的左脚基本已经骨质疏松。两边的手臂装甲追加了近距离战用的炸裂栓，转到前方之后，就像用拳套一样往敌人身上揍过去，大爆炸耶！背包装甲上面两根看就知道一定是两管炮啊，没有错哦，确实是两管炮。使用前先把前方两块 ID 长反射板向前折，两管加农炮翻出来，伸长就可以大爆射啦。胸前的追加装甲正前方明显是有一个炮口啊，没错哦，确实是一管炮，直接连发电机的大出力梅嘎粒子炮。不过本款只有造型啊，没有附属互动特效键，请发挥想象力。有附属一把长长的长距离梅嘎破坏炮，虽然尺寸比例应该差不多，但我私心觉得可以再大管一点啦。瞄准镜可以转动，展开形态就是各部位各种延展翻开。另外装上接点之后，就可以跟光束步枪一样挂载在喷射背包上啦。最后是地台支架，地台就是卡板系列风格，白白的一块，上面有单纯文字。支架则是 MR 魂系列很常用的那一款，很稳很好用。初次认识这台机体，想当然尔又是游戏超级机器人大战啦。虽然游戏至今登场的都是全武装百事改，百事改本人则是后来有看 MS 大全集才知道的。顺便抱怨一下，现在因为钢弹世界的机体实在多到炸裂啊，实体书的 MS 大全集都不出了耶，可恶啊！但无论是百事改还是全武装百事改，这两台机体似乎都很不受万代商品化的青睐哦。多年以来出的商品屈指可数啊，这次竟然完成品化，还两种包一起卖给你，着实是相当意外呀。毕竟对万代以往的认识，这种外挂装甲的机体没有拆两次卖，怎么可以嘞？所以本次实在感恩再感恩。商品本身虽然是骗盘子用的 MR 魂产线啦，而且还是其中最骗盘的卡板哦，但这是整体来说还算有良心啦。两种形态佛心包一起来卖，也没有武装被阉割，还给你两个头可以选择。身形比例虽然比较消瘦，但也不会到不好看。本体涂装平整，也没有溢气，虽然它不是香槟金，但全武装装甲的膛口状况确实是有比较明显啦。总之，虽然是小只了一点，但在这台机体可选择的商品实在少得很可怜的情况下，还有本款这样的合金完成品，可以的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